真的很羡慕有行动力的人。如何才能让我自己拥有内驱力？永远纸上谈兵的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但是拖延和懒惰就像长在身上的肥肉一样坠着我，让我瘫在床上内疚一天，再晒着日光荒废一日时间。也许等这条投稿能得到解答的时候，我已经拿到了一份最近几乎可以谈成的 offer，规律生活会把我框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模板里，而不再像是一滩烂泥沤在温床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一个增强内驱力的建议。前面就是一个，前面有很多说自己怎么回事儿，考证、健身、学习绘画、续更拖延了7年的小说，但是找不到内驱力。3秒打鱼晒10天网，我的理想是根漂亮的胡萝卜，我想吃到它，这点动力完全抵抗不过我的惰性。有时打游戏去喝水都会拖延，反应过来的时候想抽自己一巴掌，让自己清醒一点，走上正路。但是废物之所以是废物，就是因为他抽了自己之后，可以理所应当的沉入香甜的梦乡，一觉睡到第2天中午。钱哪来的？哦，我拥有绝对爱我的美满家庭啊，无条件的爱，有网络好友，在现实中处的很不错的同学，就是没动力。求学期间，家里人给了我一个学生绝对超额的零花钱，但是我阶段性的沉迷游戏，继续大吃大喝，挥霍一空。羡慕有行动力的人，欲望不足，自由也不够啊。你爸妈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你吗？真的吗？会不会对你还是有一些期待和要求啊，朋友？我读下来，我感觉是自由度不够，已经拿到了一份几乎最近可以谈成的 offer，还是自由度不够。欢迎大咖，自由度不够，还是过上自己能选择的生活，自己会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的。我第一次表白的那个男孩，我给人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但是做决定那一刻起，好像已经不喜欢他了。第2个喜欢的男孩表白的时候，我也说很喜欢你，但是你不用想着怎么回应哦。我就感觉每次我决定跟人家表白的时候，就已经不喜欢了。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的感情。你是怕得不到回应？之后慢慢分析，我觉得喜欢一个他者似乎是一个悖论。我并不是真的爱谁，而是像史铁生说的那样，我只是通过爱一个人来实现我自己的爱欲。所以什么时候才能有那种我就是很喜欢你，满眼都是你的这么简简单单的喜欢呢？不怕就有。我觉得我想问题总是很复杂，我的感情世界也很复杂。我好像总是把自己看得很轻，把自己喜欢的给拆解了。这不叫看得清，主要还是怕。我其实真的很想简简单单喜欢一个人，而不是在不断的审视自己、审视对方。对，因为不投入嘛，不投入就是怕，俩脚离地了，俩脚离地，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，啊，脚踏实地了，智商也就下来了，也就哭了、笑了、爱了、投入了、走进去了。因为我之前仅谈过1次恋爱，谈了4年，精疲力尽之后分手了。我觉得很不甘心，觉得我的深情配得上一段美好的感情，对吧？对吧？难受过1次，怕了，就很怕再开始。
后来碰到喜欢的人也不想错过。我觉得遇到喜欢的人是难得的事情，那一刻似乎是宇宙规律之外的意外。我似乎能感受到宇宙能量的波动和宇宙空间的弯折。爱因斯坦是你吗？能感受到空间的弯折是你吗？艾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抽象了，还行啊，这有点那个相对论那个味儿啊。然后每次我表白收到的回应都是谢谢你的喜欢，谢个头啊！他们都很体面很客气。第一个男孩回复我说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第二个男孩不算拒绝我，但是我似乎让对方不知道该怎么推进关系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本质上也不想推进关系，我好像特别理想，因为我就想得到那种浑然天成的爱，就是我抛出橄榄枝，你恰好愿意接，所以我现在特别随缘，但其实又是特别期待一个浑然天成的恋人。没事儿，勇敢点就行了，没事儿，多大事儿，冲，爱起来。就有点害怕，很正常啊，很正常，没事儿，别那么怕，有啥可怕的？哎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：母胎单身23年了，喜欢过的人很少很少。我在剧本杀中认识了 A 很清秀也很聪明，是一个开朗善良会照顾人的人。但是当我在后续约了几次出来玩后，察觉到我还挺在意他的，我开始表现的别扭，在群体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回避、焦虑，然后还很直接、大脑短路的形式。摩托车才来，今天来的比较晚。我会说一些让人没办法接话的话，对他的事情很认真的回应，并且对于控场这件事情也失控了。我本来还算是组局会控场的人，然而他又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强、喜欢大家乐融融的感觉的人，所以他有点回避我的主动，我有点难过，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。我知道我可能和他不太合适，但是又很欣赏他。然后我想问你，蛋，我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都很好，可是一到了喜欢的人身边就会自乱阵脚，因为我实在忍不住，也不会掩饰。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害羞啊，这不就是爱吗？害羞啊，羞啊，啊！如果蛋总你能看到这封信的话，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？我是很直的直女 ，INTJ，他是 ENFJ，我得说多少次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，我这个 INTJ、ENFJ，我就看出你害羞了。你呀，这种时候就得请朋友帮助了，就别控场了。发现喜欢了，下次让这个，下次再去玩这个剧本杀的时候做个假，让你的好朋友给你俩抽一对那种，啊，有感情线的角色。你在角色里不会那么害羞了吧？然后借着角色的嘴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。玩个剧本杀不就是干这的吗？你们玩剧本杀都是怎么玩？剧本杀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剧本杀唯一存在的，不能这么说。剧本杀最大的存在意义，不就是这个吗？让你套在一个角色里，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说出来。玩都玩了，你还不那个什么？不打情感本。剧本杀的意义是推理。破多少案了？神探。刚刚这几个神探，解决了几个案子了？你们？
2个，行，挺厉害。每次都被凶手骗。一个本儿杀了11个人，好可怕！哎呦，有点天赋，有点吓人。太幽默了，你们。没啥，很紧张，23岁紧张正常啊。看看能不能玩剧本杀的时候让朋友帮帮忙，不行的话就自己那什么吧。下次看到他就是，你别跟我说话，我跟你说话我心跳过速，我心脏不好。我一跟你说话我出汗，你别这样。你别这样，你离我远一点。这很奇怪啦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了呀？这是一段跨越10年的缘分。我和男朋友大一认识，他约我一块回家，但那时候他不是我的菜，所以也只是朋友圈点赞评论的交集。后来毕业，他约我吃饭，但因为他读研，我工作来了北京，2个人就又变成了网友。后来他毕业，他约我吃饭，读研，网友。他会主动询问我的近况，也会诉说自己读研的迷茫，我能感受到他的主动，但因为没有表白，当时的我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，也就没有更进一步，2个人就渐渐没了联系。直到有一天，朋友圈官宣了女朋友，还把他的发小介绍给了我，因为我们都在北京。他说即使成不了，也有个照应。1年以后，他分手后又开始联系我，知发小于何地。我们就这样聊了半年多，终于在年前，他忍不住跟我表白了。这发小不处了，这发小以后还处不处啊？这发小，我当时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过年回家见了一面，觉得现在的他已经长成我喜欢的类型了，而且也算是认识多年，比较熟悉，就在一起了。但回北京之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备胎。你还好，发小呢？你要是备胎，那他是啥？备胎。问他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，他说读研期间和我聊天让他觉得很受鼓励，像是那段时间的一道光。他不甘心只和我做朋友，但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，还是很介意他中间谈了这一对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时间久了会不介意吗？你们俩没有一个人拿这个发小当人的呀，只有我关心这个发小。发小怎么样了呀？你俩成没成啊？你成备胎了？不是吧？绕晕了？这有啥晕的？这很简单啊。这男孩小牛和这女孩小虾认识了很多年，完了经常聊天啊什么，就好朋友吧。有一天小牛找了另一个小虾条是吧，跟这个虾条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呢，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呢，他觉得这个女生也是好朋友，一个人在北京孤苦伶仃，正好他还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发小一个男孩，另一个小牛是吧？
把他介绍给了他，说你俩就算没成，在北京有个照应，但我估计他俩是没成。没成以后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这男孩也分手了，瞎条是吧？分了，俩人又回到了单身的状态。这小牛表白说咱俩在一起吧，他本来看不上他，因为长得不行，以前没换包装，现在换包装了。这小霞发现，哎，换包装以后顺眼多了，说行，好像能在一起。现在的卡在哪儿了？卡在他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，他知道。完了说问我以后能不能接受。能能，不是啥大事。我觉得你俩心态都挺好。既然能想不起来这个发小的存在，应该想不起来这个女生也是早早晚晚的事儿。没事儿，很快就忘了应该。发小呢？发小不到吧？搁家郁闷的吗？招谁惹谁了？真是招谁惹谁了？时间久了会不介意吗？会，应该你很快就会不介意了。我感觉到了，你应该马上就会不介意了啊！放心吧。故事俗套，万万没有想到会落在我的头上。22年集体隔离期间，在线上认识了一个小哥叫 A， 大家工作行业接近，他会吉他弹唱，也聊得来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但知道他目的并不是谈恋爱，以及消息会已读不回后，我就跟他断联了。23年下半年，我经历了一些线下的感情挫折，线下感情挫折，感情这玩意儿已经分线上线下了。机缘巧合，我们恢复了联系。他说喜欢我，我也开始摆烂，接受了这样没有承诺的关系。90%的时间里都是留言板式的聊天，聊生活工作，却很少聊感情。也吃过牛脆脆了，但我主动寻求见面，总是被各种理由拒绝。我曾怀疑的问过他是否单身，他说是。基于他努力工作的摩羯座人设，我替他圆上了谎，都是工作、出差、应酬，太忙了。感谢 MPA。我也试图借用这段关系，想让自己从焦虑型转变，开始健身、研究理财、投资。恢复联系的1年后，我们联系逐渐减少，但我对他仍有滤镜。想跑路却又心软，没想到我无意间发现了他老婆的小红书，主页挂着他求婚和婚礼的视频。是的，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他应该就有女朋友，在我们恢复联系后的第3个月，他就结婚了。我们联系最频繁的时候，他办婚礼。他回复我单身的时候，他已经已婚了。震惊中，我反手把他求婚的视频发给了他，他没有道歉，没有说话，把朋友圈改成了3天可见，删掉了求婚的视频，却还挂着婚礼的视频。可能吧，可能他还有别人吧。闪闪发光的滤镜碎了，成了一地。过了2天，还是很难把做出这件事的人和我认识的人内心合并成同一个人。最难过的是，表面看着感人的婚姻背后竟然是这样的离谱，注定是上天要帮我度过情关吧，逼迫我直面投射到他身上的自我期待。人终究还是得向内求，倒也未必，也为他感到遗憾。闪闪发光，却要在空虚的漩涡里打转，你就别遗憾了。开始写信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些问题，现在感觉也逐渐有个答案。希望我早日喜欢闪闪发光的自己吧。很好，挺好。但我感觉你这边有很多可爱的人，我感觉有很多人坦诚的分享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。我们小卖部的一点意义。我最近喜欢小我7岁的男同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我，女，30左右，男同事，23左右，牡丹。
我俩同公司不同部门业务有交集，但不多，不在同一个地点办公，可以理解为他在不同的子公司。他来我部门交流认识的，后来忘了具体怎么回事，反正成个健身搭子。有段时间我和他聊天比较好，比较多，他不回我，我还有点不开心，他就有压力了。我们俩沟通了一下，说到最后，我说我可能真有点喜欢你，他说不能接受，可以做朋友。我说没事，那就往朋友方面发展吧。然后开心的做朋友加搭子，几个月后，可能是因为相处的太愉快了，我觉得他有点改变吧，比如见面会给我带他喜欢的零食，吃饭给我夹喜欢的菜，对我比较百依百顺，我的心思就有点又起来了，还给他送了小手工艺品，他竟然接受了，还当个手机挂件。我们这几个月经常一起出来吃饭聊天，还去他的家乡，就是也是隔壁城市玩过，最近见面的频率持续上升。1周2、3次吧。前几天约了看电影，但还没到约的那天，所以不知道看电影体验会如何。问题是最近因为健身喜好不同了，我们打算拆伙。我属于那种比较敏感、自卑但是独立自信的人，就是我理解我很优秀，但我还在摸索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如何自处，和他人如何相处。理解。感情里很不自信，我跟他说过自己面对他会有年龄焦虑，他说他面对我的阅历和经济条件也有压力。我在感情里老是跟喜欢的人处成朋友，也会看不出来对方到底喜不喜欢我，可能原生家庭不太好吧，有过抑郁症和焦虑症。现在状态还蛮好，有时候不安全感很强，就会在感情关系里很 push 别人，这是我前任说的。现在这种不上不下的我很难受，也不会暧昧，但也觉得如果太早出手，可能反而回到我俩之间较弱的可能性，而且我还不太能分得清友情和爱情。诉求是很喜欢他，还没谈过男朋友。哦，想有一个，想跟他关系更好。如果能谈就谈，不能谈的话就吃个牛脆脆也行。希望这一切诉求达成的前提是我没有欺负到年龄小的那一方。另外我也想有这种情感经验，有所成长。感谢蛋总，也想跟其他朋友们说一句，大家的生活都很可爱，请不要怀疑自己的生活。那你也不要怀疑自己的生活吧。我是感觉成功几率不大啊。没事，他如果已经接受了，那个什么朋友姐妹儿，他已经接受了你送的他的什么小手工艺品当手机挂件，你以后可以这样，你稍微的，你别把这个事儿弄得太严肃。你没听仔细，他不是牡丹，你没听仔细，你们。不是没谈过。对，还是有人听懂了。就那什么吧，啊，姐妹儿，轻松一点，别那么严肃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他挂着你那个手机上挂着你送的小手工艺品，你说哟，挂上了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整点这个，有枣没枣打3竿子嘛。买点虾脆脆，虾脆脆拧开搁那吃，很自然的往他那儿一递，他伸手就吃。你说，哎呦，吃我虾脆脆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没事，就这么说两句，你不用那么整成那么严肃，说我喜欢你，别整成这种。你俩现在确实也不太适合整成这种。就
随便什么说两句得了。肋骨啥毛病？没毛病，没去，去都没去。自己品了一下，哎，就那么点事儿吧。就是肋间肌，什么肋间神经，疼疼就好了。去医院也是让你养。啊，讳疾忌医。蔡桓公还是齐桓公？蔡桓公。真是李诞，哈哈哈哈！你好，可以点个关注吗？这位新来的朋友，一看就是刚发现我在这儿。蛋，你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当然不知道。被我冷落了2天的皱皱巴巴的向日葵，居然开了，就像钻出蛋壳的小鸡，几个小时内就变成了金灿灿、毛茸茸那样，令人欢喜。可惜今天是个阴天，我没能看见它在阳光下的样子。我错过了昨天的大太阳。为了让它见到下一个阳光，我专门给它换了水，并且滴了2滴用来杀菌的碘伏。也不知道科学和真心哪个会让生命更长久。一起努力吧。看着这个向日葵，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在山上遇到一只死去的小鸟，它僵直地躺在靠在进山体那一侧的路上，行人躲个车的功夫就可能把它踩成标本。我想给它建一座小小的坟墓，可是又没有触碰它的勇气。就像许多年前，我听着心爱的狗狗弥留之际叹着粗气，却因为害怕它眼睛里一抹绿光，选择了逃避。我折了很多纸星星撒在它的身上，仿佛这样就能让它长眠的地方从一个垃圾堆变成温柔的小床。我一边祈祷着它顶着天使的光环在天堂奔跑，一边鄙视自己如此虚伪的真心。说起来，那几年我还在读小学，对此痛恨不已。几年打工生涯之后，才发现当年的我也是现在的好多人，偶尔厌恶一下就算了。这一次，我和那只小鸟说了再见。可惜我不能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，因为我本就是一体延续，无法再见。现在我双手合十，对我的向日葵悄咪咪地说：“努力地活到下一个艳阳天吧。”好的，挺好。你小狗会收到的，向日葵会把这个消息带给你的小狗的啊，放心吧。可是女孩，你记得吗？那时我借给你一把伞，你还没有还给我。文学性越来越强了，又是这种开头。可是女孩，你记得吗？我怎么可能记得？但我偶然刷到高中隔壁班同学的动态时想到的。她近期分享的都是拿到美国工作签后的日常生活，男朋友开10几个小时的车去见她，2个人一起过圣诞，拿到第一笔工资。看她之前的动态，能知道4年前她从服装学院毕业到上海实习工作，收获了一份很好的履历，遇见了一个很好的恋人，去过不少很好的国家。她仍旧像高中一样抽烟喝酒。彼时的他与我唯一的交集，就是在我拿着一把当时很流行的透明雨伞进入教学楼，碰上了正要出去的他。他说：“同学，伞借我一下。”说实话，我不想借，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认识我，只是想拿我的伞在雨里拍照。但是我一如既往的也不会拒绝，我把伞递给了他。他拿着伞径直和朋友们离开了，没有问我是哪个班的，没有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也没有把伞还给我。此时的他与我的交集仍是那一把伞，但是他现在正在另一个国家过着我很喜欢的生活，很羡慕的生活。估计他怎么都不会想起我的伞。其实在那把伞借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预感到他拿不回来了。我曾经在他班级门口徘徊过几回，还是没有勇气去找回。彼时的我就是那样一个内向懦弱胆小的中等生，不会逃课，不会抽烟，不会喝酒，也不会去网吧，可能只有成绩比他好一点。那时的我在排队时偶然看到他，我欣赏他的美貌，又鄙夷他的放纵。由于他没有把伞给我的缘故，我还给他贴了不好的标签。此时的我是名副其实的普通人，仍然不会喝酒，不会抽烟，也不会去网吧，没有很好的履历，没有很好的恋人。在唯成绩论的学校里，我可能比他优秀，但是在唯能力论的社会里，他过得比我惬意。我不禁感慨命运的不公。如果我当时也像他一样去学艺术，现在也会过得这么狼狈吗？如果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
现在还会一个人过年吗？如果我也有张姣好的脸，现在还是穷穷竭力吗？穷穷竭力不是褒义，穷穷竭力不是个好词儿吗？是我又理解错了吗？先等一等，读信暂停，又到了语文学习时间。穷穷竭力这个成语什么来历啊？不是个好单词吗？不是个好的成语吗？哦，还不是哦，在情感色彩上是中性的。原文为陈情表，外无七公强劲之亲，内无应门无耻之徒，穷穷竭力，形影相吊啊，是挺惨啊，孤独。行，知道了，也是源于这个是吧？你说比较啊，我那丑恶的嫉妒心疯狂的叫着，凭什么？不，特别是看到他学了几年美术后画出的儿童画时，我心中的呐喊更强烈了。说实在的，我好像确实比他有艺术天赋，但是那又如何？命运是个大玩家，给每个人设置了不同的关卡。他去他的罗马，我当我的牛马。命运从来没说终点每个人都能拿到，最终胜利的还是他。你给他删了不行吗？啊？给他删了，干啥呀？干什么？咋的呢？删了伞就彻底没了。忘了呀他，咋整啊？是不是啊？读起来都像一个禅宗故事。说一对师徒过河，有一个女的在河边过不去，师傅一背把这女的背过河，又走了一段路，徒弟实在忍不住说：“师傅，你怎么能跟女施主有这种肢体接触呢？”师傅说：“我早就放下了，你的心里却还没有放下。”你这个也很像一个禅宗故事。是不是？当年我借给了一个我看不上，又有点嫉妒，又有点瞧不起女生的一个女生一把伞。其实当时也是被半强迫的给她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看着她越过越好，而我却活得普普通通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说：“你能不能把那把伞还给我？”那个女生说：“那把伞我早就扔了，你却还没有扔。”然后你凭什么给我扔了我的伞？你干嘛呢？谁让你给我扔了的？还给我！扔了你还你干嘛呢？你深沉个什么劲儿啊你？把伞还给我！算了，你又不可能去要，对不对？算了，人呐，老跟自己有过交集的人比较是吧？离你太远的呢，你比不着。就是你身边的这么几个人，你给予高度关注的几个人，决定了你。
好像就是一个网格是吧？就离你最近的几个节点，哎，决定了你在生活上的振幅状态。所以呢，决定自己关注什么人也挺重要的。你老给这个人以关注，那他就决定了你的状态。怎么能做到不受任何人的影响？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不要有这种奇怪的妄念。你就是坦然的接受自己就是会受别人的影响，不挺好的？然后尽量让那些好的人影响自己，不就行了？为什么不受别人的影响呢？40岁中年少女，智能家居老板，10级 i 人，想做账号，不知立个啥人设，求蛋总指点一下。我对你最大的指点就是千万不要去报任何课。没必要，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，没啥。确实哈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确实，哎，我比较少有这种，我这种情绪确实太少了，我怎么才能想个什么办法给你呢？我确实很早就不那个，感谢 Francis，我确实很早就不会去，哎呦，拿一个人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人过得好过得坏去衡量自己的生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好难想出来啊！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不是他过得好坏关我这算了，而且还有点说自己这个不是你不会喝酒，不会抽烟，不挺好的吗？这不身体健康吗？没有很好的履历，没有很好的恋人，没有这没有那，但是也没有灾没有病，是不是？日子总过不是过呀。如果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现在还会一个人过年吗？我就有幸福的家庭，我就一个人过年。如果我也有一张姣好的脸，现在还是会穷穷竭力吗？我就有姣好的脸，我就穷穷竭力，好吧，算了啊，别想了，想这些干啥？